大家好，这节课呀，我们来讲一下蓝色牡丹的画法啊。那么蓝色牡丹它属于一个比较新鲜的这样一个牡丹画种，和这个我们大部分常见到的一些牡丹呢还不太一样，对不对？颜色区别很大。那蓝色牡丹怎么画呢？蓝色牡丹啊，实际上也可以运用我们之前的手法去画啊，就是呢，这个比方说蓝色的，它有各种各样的，有深蓝的，有这个浅蓝的。对吧？那深蓝的，你比方说浅蓝色的牡丹啊，就可以用头青啊，用头青作为一个基色，然后呢用太白去调它画反面的，然后头青呢再加上一些更重的颜色，比方说加上一些花青，哎，就形成一个牡丹花头了，对不对？那完全可以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个规律，按照之前的方法去画它。那么还可以有方法吗？就是说啊，老师，我想着再尝试一下新的，可以吗？可以的。方法呀，啊，所谓的方法和规律，那都是前人总结的啊，都是我给你们总结的啊，课上讲的，课上学到的，都是我讲的啊。然后呢，有些方法规律呢，我是总结前人的啊，也有一些呢是前人告诉我的。所以说呢，那这些所谓的方法规律，对吧？这些所谓的方法规律呢，实际上是刚学的时候很有用。然后呢，当我们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方法规律可以是打破的，可以去打破它，可以尝试一下，可不可以打破？那打破完之后好不好看，美不美？那为什么好多人一辈子都只停留在这个初学阶段呢？就是因为那老师教的就是很死板，就按照这个规律，那没有规律掌握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发展了。规律之后就要创新啊！我们有了规律，有了方法，在规律方法基础上你已经站到一个很高的点上了。掌握了一些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创新。那怎么去创新呢？就自己去尝试。那创新就是观察自然，观察大自然。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象力开发我们的想象力，就像孩子一样的。画画的时候是天马行空的。我们孩子，包括我成人，现在学习也要把思想更开阔一点。那其实各个其他行业也一样对吧？要有传统，要有基础，有了基础之后要发展呀。发展怎么发展呢？要和别人不一样，要发展我们独特的，对吧？我们独特的特性。我们画画当中呢，就讲究我们发展我们独特的一个审美独特的一个思维对吧？就这样的。那怎么画呢？你看传统的，我们按照我们上课讲的这些规律，对吧？我画画的规律，我就是这样画。那我平常我也会创新的。我平常我自己没事我也瞎研究，你知道吗？就大家也是一样。那我这个好像又是一个方法了，就是说我平常自己呢，我是瞎研究我是没事瞎研究瞎画，对不对？那因为我已经很熟练了，我就瞎研究瞎画。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大家没事的时候呢，当然需要大家先掌握清楚我们课上讲的规律方法，然后呢，再去尝试突破，再去创新就是你有了根基根基已经没问题了那个时候呢，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说，那这个方法就是打破之前的方法，然后呢，创立一个新的方法创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新的方法这个就有点像无限套娃一样了。这个大家好好理解一下，好好理解一下。那还可以怎么画呢？比方说，这个是头青色我们不用加太白，可不可以画出来呢？可以呀，当然可以呀。这个是头青色，这个是花青色，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三青还有三青色。那其实有时候画画在原有的基础上呢，稍加变化，这个画就会变得很有趣，很好玩。怎么办呢？我们开画呀，我们开始画就可以了。蓝色的牡丹，蓝色的牡丹不用加太白也能画出来。通过色相的变化，那我是通过色相的变化去加以变化的。这个是三青，这个是头青，这个呢是花青，那都是属于蓝色系列。那么我就可以运用它这个色相上的区别。那反面的花瓣，我就让它这个蓝色偏麻偏这个三青一点偏三青一点。然后呢，就可以开始画可以开始画了。
而这个花头我们画在哪儿呢？可以画在这个地方吧。包括用笔上也可以更加的灵活，更加自由一点。反面的花瓣，画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非常侧的、比较高一点的这样一个花头。然后呢，该调重颜色了，笔尖上调石青，也就是头青，再调一点花青。那这个颜色也是蓝色，对不对？和这个蓝色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加太白，但是呢，让它色相上产生不一样了。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其实我是一边讲课一边给大家创新的啊。我平常的话，我还真是画这个这么颜色丰富的这个牡丹，我还真是画的不是很多啊。我是呢教给大家这种创新的思维啊。其实大家就是学习嘛，我觉得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有什么样的好的思路，我就教给大家。我是因为我平常画牡丹比较少，就是画这种特别鲜艳的牡丹啊，各种各样颜色的牡丹比较少。那么呢，对吧？我就以这种创新的角度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啊，不用太白，我们变一种思维也是可以画的很好看的啊。我是创新别的东西比较多，比方荷花啊，这个其他的花卉呀，我一些没有见过的花卉呀，或者一些古人很少画的花卉呀，我比较喜欢研究我比较喜欢创新那些东西啊，包括山水的一些小的手法呀那些比较多单一的，比方说牡丹对吧，各种颜色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简单的入门级的这样一个创新的方法和规律啊。实际上，当你们真正走进这个国画课堂之后啊，真正的把这些基础都打得很扎实了之后你们会有好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啊。你们观察自然之后呢对吧，会有好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因为我们通过学习中国画是可以干嘛呢？可以让我们思维角度产生不一样的观察生活别人观察生活是这样的，那我们观察生活呢是多了一个思维的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学画画的一大好处之一。这个地方我们就先画成这样，一会儿再加花苞，加不加花苞我们最后再看情况，可以先不加呢。点上它的花蕊。那这个雌蕊、雄蕊，对不对？雌蕊我们可以点一点红色的不用非要点绿色。你像有些花蕊是点的蓝色，有些雌蕊呢是点的绿色，我们可以点红色呀，和这个花心产生一个对比花心和这个花朵产生一个对比变化。如果说我们也点蓝色，一定是凸显不出来的；点绿色也也不是很明显所以说我们可以点一个红色的中间的这个叫雌蕊，也叫柱头。然后呢，再用藤黄去点它，点周围的雄蕊。点雄蕊就一样了。那当我们创新的时候有些东西可以创新，有些东西呢你就要保留下来。就是一幅画当全是创新，一点没有传统了，那也不行全是创新，一点都没传统了就悬空了嘛，对不对？其实实际上呢，大家为什么先让大家掌握基础的规律呢？掌握基础规律之后，那你之后再去创新的时候，那你笔上这个思想上都会有这个传统的遗留，那你创新的东西都是有根基的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学画呢？先从传统开始学呢？就是有这样一定道理的。不从传统开始学，你直接玩创新，那一定会这个对吧？就没有根基了。墨的话不用太多，有一点就行，画出它的这个单的枝干。
是不是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对吧？一个主枝干，然后呢上面啊再去长一些小叶子就可以了。三叉九鼎啊，对不对？最后我们就点上叶子就可以了。先调一个浓度适中的。画上一些浅的，有浓一点的，有稍浓一点的，再有一些稍浅一点的，稍浅一点的。再稍浅一点的，就可以了呀，非常简单，对不对？之后呢，我们感觉这个画面当中就那一点蓝不够怎么办呢？本来想着加一个小花苞，但是我发现画完之后呢，并不需要加小花苞了，加上一些没有开放的小的花蕾小的这个小枝上还没有长出来的这种感觉，形成一个对比，那就够了，就不再需要加半开的了就是画画嘛，有时候就是这样点上它的叶脉。大家点叶脉的时候等干不要像我这样湿着就点。湿着就点的话呢，那控制好水分是可以的，控制不好水分就勾乱了。大家等半干的时候再去勾叶脉。我是用了很干的这个线条所以说我不用等干，我也能画出来当然这些大家也可以尝试试试，你们是不是也能画出来呢？当然这些是可以试的。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一幅小的作品就可以了。最后呢，藤黄加点花青正好盘子当中有藤黄加花青，还是调一个绿色这个是不是又回到一些小的基础问题？调一个绿色干嘛呢？给它丰富一下画面加上一些小植被、小草的感觉。就可以了。好，这个蓝色牡丹呢就画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啊，画面呢空白的地方还有挺大的地方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印章印章的话呢，我们呀就这个可以多扣2枚，感觉画面空，我们就用印章来补啊，印章来凑啊。画画吧，有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怎么说呢？学的时候啊，学的认真一点啊，学习也是一样，学的时候呢认真一点，掌握方法规律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啊，看看可不可以偷懒儿啊。偷懒儿啊，并不是说真的偷懒儿，而是说呢怎么样能达到一个以少胜多的效果。你像一些禅意的作品，一些带有禅意的小画，对吧？为什么能有禅意呢？就是因为啊，让人产生无尽的联想。画面画的非常简，然后呢，画面画的非常简，但是给人感觉不空啊。它会，你看那些禅意的作品就会运用到印章啊，一些画面的构图布局的一些处理。那我们画画也是一样啊。比如说这个画挺空的，又不想加其他东西了，怎么办呢？扣上2个章，这个地方再扣一个压脚章，瞬间画面呢就饱满起来了，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兰花啊，蓝色的花朵的一个画法。实际上蓝色花朵，挺简单，对不对？不难。看着好像挺复杂。大家如果说一看这个小花头，哎呀，这用笔得用了多少笔啊，才能画成这样？实际上，大家反复的去看一下，用笔的方法是基本接近的，基本是相同的。只不过呢，这个用色上面我们加以了变化，就画出这样一幅小画了。大家可以去多尝试，其他颜色呢，也可以去试一下，看看用这种方法呢可不可以。好，这节课啊我们就讲到这里。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绿色牡丹的画法啊。绿色牡丹它是一个调色方面呢是比较新鲜的啊，调色方面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绿牡丹怎么画呢？绿牡丹和粉牡丹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用笔方法一样啊，但是呢这个用色上面是可以产生区别的。那这个绿牡丹怎么画呢？比方说也会用到太白色，再有呢，也可以用到一点3绿色啊，也可以呢用到藤黄色，然后花青色。那其实这些颜色大家也是一样，不要学的这么太死板，掌握其中规律性就行了。那么绿牡丹的话呢，也是大家选毛笔的时候就尽量的，对吧？不要用红色的再去画了啊，找一根墨色的哪怕都行，那不要再用红色的了。那怎么画呢？也是调绿色的，先调浅色的太白，然后呢对吧？它反面的花瓣是浅颜色的，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加太白，太白里面加什么呢？太白里面可以加一点点3绿或者是呢加点藤黄，加花青藤黄花青少一点，3绿呢和藤黄多一点。那这个大家看一下，那这样调出来这个绿色是不是粉嫩一点的比较粉嫩一点的绿，对不对？颜色浅并且颜色亮，那还是一样，咱们就开始画画它浅色的花瓣，对吧？找一下它这个浅色花瓣它的一个形态位置。反面的花瓣就画好了，那就是里面还是一样，和之前需要注意的点是一样的，有些大瓣的，有些小瓣的，有些密集一点的，然后有凹凸感，不要画的很平。这样画完之后这个时候呢，笔尖上调点水，调点3绿，调点藤黄，调点花青。那花青这个时候呢要多一点了。那之前甚至可以不加花青，那这个时候呢，花青就要多一点了。花青藤黄调一起，调一个草绿色。调完草绿色之后呢，感觉这个颜色还不够重，怎么办呢？
啊，再调一点点墨啊，甚至呢可以调一点点墨。那这个墨不要调的太多，调太多就会发黑，适当的调一点就行。哎，来画这个牡丹的重色的地方啊，对吧？来画这个牡丹重色的地方。然后呢，那这样就可以了，其实这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为了增加它的一个层次感，还记得吗？中间这些地方啊是可以露出一些正面花瓣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还是进行切割啊，干笔进行擦啊。这个干笔擦的时候，大家要想着，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对吧？那我这个擦的时候呢，我是想让哪个花瓣再浅一点，对吧？哪个花瓣大一点，哪个花瓣小一点，要有分割感，并且呢，画的时候啊，笔上水分要少，要干擦啊，要干擦为主。然后这个时候呢，吸一吸水分啊，调一个太白色，笔尖上调一个太白色。哎，画上一点就可以了啊，画上一点就可以了。之后呢，还是同理，这个要用藤黄，可以加点太白，干嘛呢？画上它的花蕊。那花蕊的时候，大家注意啊，就是说点花蕊的时候，是可以不必要点在这个正中间的，是可以错开一点的。就是说这个花蕊，对吧？是可以错开一点的，没有必要完全卡着这个边去点，可以错开一点的。那这个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说在其他颜色牡丹都是可以适用的这个规律啊，不用卡着这个边去点，可以中间留有缝隙。那这样的话还多了一个层次感，是不是显得这个花更厚重一点了？对吧？那这样去点它就可以了。那当然，比方说这个花呢，它可能会露出一些花托出来啊，调点墨色。画绿牡丹的话呢，花托就要画成墨色的了，不要再画成，不要再画绿色的了，哎，对吧？画上它的小花托，长上去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绿色牡丹画法。那绿色的花苞怎么画呢？也是一样啊，也是运用一样的方法去画呀。调太白色，然后呢，调这个笔尖上啊，笔尖上调什么？笔尖上调点重一点的，画这个小花苞的形态。一笔大一点的，两边呢小一点的。还有什么样的？比方说正面的啊，咱们没有示范过正面的画啊，画骨朵，对不对？正面一点的，那其实就是在找变化。大家现在看，如果说不听我讲，那大家直接看的话，会感觉啊，这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小圆乎乎的这样一个东西，现在好像看不出是牡丹花来呢。那其实啊，还真是，你让它环境产生变化，那它这个就可以变成其他的。所以说，有时候中国画其实很奇怪，就是这样，你看似像。但是你细品的话呢，它又不像，就像中国汉字也是一样，你盯那一个字盯的时间长了，你会变得不认识它。那中国画也是具备这样一个特性的。那你去仔细去观察它，你会发现它像牡丹花苞，然后你仔细分析它吧，哎，分析着，它又不像了啊，它又产生变化了，它好像又不像牡丹花苞了，它像其他的，它像任意的，唯独不像牡丹。这些地方感觉不够重啊，不够亮，加上一点啊，都可以提一点，对不对？那都可以提一下。小牡丹花苞啊，就这样去画就可以了。
是不是感觉非常简单？那当我们掌握了这种技法、这种规律，那所有的颜色都是可以运用这种方法、运用这种规律适用的，都是适用的呀。绿色的是这样画，红色的我们也这样画啊，对吧？还可以怎么画呢？那这个我们是运用粉牡丹那种画法来画的。那还有一种可以怎么画呢？比方说运用我们上节课这个之前讲的这个那个深红色的牡丹啊，不用加太白，我们能画绿色牡丹吗？也可以呀，也是可以的。调一个藤黄啊，加点三绿，或者加点头绿也行。然后画一些干的笔触，对吧？画一些干的笔触，那这些呢，就是代表着这个花啊反面的这些花瓣啊，反面的这些花瓣。那大家看一下这些空白的地方啊，这些空白的地方，那我们没有加太白的情况下，这些空白的地方就是这个反面的花瓣啊。我们画上去的这些浅的地方呢，反而变成了正面的花瓣。来这样理解一下，我们这样看更清晰一点。那我们画的这个地方留出来的空白是这些，那画上去的呢？画上去的这些地方是这些地方，是正面的，露出来的正面的地方。那这样是不是大家看一下？哎，那不用加太白也是可以的呀。再继续怎么画呢？还是调重色，调重的绿色，比较重一点的绿色。那这个用笔是比较干燥的里面呢用笔就湿润一点。其实这个牡丹花是可以产生好多形态的，不要画的太圆就行。中间再加一点，稍微更深一点的就可以了，是不是越来越像大写意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跟着我课上去学下来这几节课之后，大家会发现我画的这个呀，越来越像大写意越来越写意。形状上呢，咱们是掌握了，然后呢，这些意象上是越来越有意象感，越来越像大写意。用笔呢也越来越简，对吗？用笔越来越简，越来越简化，但是出来效果呢，却是越来越好看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形状对吧？基础咱们已经打得很扎实了，已经有基础了，并且已经很扎实了。那这个情况的前提下，我们再去随意这样去用笔，对吧？寥寥数笔，加太白也行，不加太白也行，对吧？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只要把它这些规律给它表达出来，给它体现出来，把中国画的这种变化给它画出来，那么你的这个牡丹就完全没问题对不对？就完全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来画一幅小画吧。那我给大家来示范一幅绿色的牡丹的这样一幅小作品。笔上可以涮干净，重新画一幅画的话呢，我们笔上涮干净，然后调色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调色是可以调的很随意一点的呀，对吧？我们练的时候练得很细心，那真正调色的时候，太白呀、藤黄呀，那这些就随便上随便画呀，就要画出写意画嘛，画出这种很自然的感受出来才行。比方说咱们画的时候，画成幅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画面的一个构图问题。那这个花我们画在哪？比方说牡丹我们画在这儿，这个地方可以加上一个小花苞。怎么画呢？还是先画它这些浅色的地方。比方说我不想加太白了，对吧？我就想画一个绿色的牡丹，怎么办呢？先画上这些浅色的花瓣，把它这个挤出来把它这个反面的呢给它挤出来，找到一个比较干燥的这种感受，这种用笔感觉。然后呢，加重调一个重颜色，藤黄加花青，调一个比较重的颜色。然后呢，画就可以了。当画面存在这种
深浅的变化，存在这种变化之后呢，它就好看了啊，它就好看了。这边大一点，这边我们就小一点，对不对？画画嘛，不要画的太刻意，包括这些小的笔触。那我感觉哎，兴致来了啊，我就加上一两笔啊，中间空白的这些地方不要填满，能留出来就留出来一点，不能留出来，它即便是填满了也没关系，我们最后再用太白去提一下啊，再提一下反面花瓣就是可以了呀。就是这样很自由的、很随意的这样去画就可以了。那其实这个地方小花苞，咱们都可以考虑要不要加啊，先不加它呢。最后我们再去看，需要加我们就加，不需要加我们就可以省去了。点上要浓一点，点的要浓一点，太稀的话是覆盖不住的，太稀的话是覆盖不住的。太白加藤黄要浓一点，这个点。那之后呢？之后怎么画呢？之后我们来画上它的叶子，来画上它的枝干呀。那绿色的花朵叶子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的用墨色去画就行，你就不要再用绿色去画了。那绿色的花你再配上绿色的叶儿，一定不好看啊，一定是非常难看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墨色去画这一个叶子以及枝干。那枝干叶子怎么画呢？我们可以先画叶子，也可以先画枝干啊。比方说，我就画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小品，哎，我就从这儿来画一下，对吧？三叉九顶的结构啊，对吧？三叉九顶的结构啊，两个枝儿，从一个主枝上出来两个小枝，两个小枝上呢又有三叉九顶的结构。那当掌握这些规律之后，对吧？我们就可以熟练的去运用了。有些地方墨色呢用的浓一点，比方这个地方，让它密集一点。这个地方呢，它可能还有一个小枝，再有一个三叉九顶的结构。前面重一点，后面呢浅一点。那这个地方呢，是吧？还有一组1、2、31、2、3，1、2、3省去了，省去它了。那这个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株小牡丹就画好了呀，非常简单，对不对？中间加上一些小的花托的感受，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干嘛呢？加上一个小枝，加上一个小枝上面可以点上一些小的花托，即将开放的小花苞也可以。用浓墨，大家在勾叶脉的时候呢，要等它干啊。其实我现在也应该等干一下，但是我觉得课上的话呢，我是做示范嘛，我做示范的话就不等干了。大家要等干，为什么呀？刚画完墨色，大家如果说不等干的话呢，你们控制不好这个水分，就很容易把这个叶脉晕得很开。那我是调了一个很浓的墨，所以说它不会晕开。大家在练的时候呢，尤其是刚学刚画的时候，要把这个时间上要把控好，烧干一点再去勾叶脉，就会变得简单了，有点提按变化刻意找一些提按变化。可以了，对吧？可以了呀。小的也是一样，小的也是一样。
那之后呢，我们感觉，哎，这个地方有点空啊，就单一个牡丹啊，感觉啊画面当中有点少点什么。这个地方我们再加上一些小的小花苞、小花托的形态，和这个地方呢产生一个呼应感啊，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点上一些胎点儿，加重一点。那这样的话就是一株牡丹啊，由上到下垂下来的这样一株牡丹啊，是不是变得非常简单了啊？画画嘛，实际上当掌握方法规律之后，再去完成一幅画，就会变得就像这样，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啊，那当然，画完这个牡丹之后呢，我们可以加一些小的补景啊，比方说加个小蜜蜂啊。为什么要加小蜜蜂呢？啊，因为我感觉啊，那这些都是要靠感觉的，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的啊。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去添加就行。比方说，您可以加个小蝴蝶，可以加一个小鸟。那我感觉啊，为什么这样？我感觉加一只小蜜蜂会更好看啊。我来解释一下。那它有什么样的规律性呢？感觉也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因为我感觉啊，这个地方啊是藤黄色，其他地方是没有藤黄色的。那绿色我们加了一点，和它作为呼应，这个大，这些小。那藤黄色呢，这个地方是比较密集的，其他地方呢是完全没有黄颜色的，会感觉啊有点孤零零的孤单。那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要给它加上一个伴儿。来加上一个做伴的，用藤黄色可不可以？加上一点点的朱标色啊，那一些剩下的颜色是可以画小细节的，不用丢掉。加上一点朱标，然后呢，给它加上一只小蜜蜂，一只小蜜蜂也是有点孤独的，可以多加2只啊。加小蜜蜂加在哪儿呢？加在这个位置，有点顺啊，不太好看啊。加在这个位置。或者加在这个位置比较好看一点，加在这个位置更好。它是这边来的一个势，然后我们小蜜蜂呢朝这边飞，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构图，啊，就比较有趣啊，比较有意思。那怎么画这个小蜜蜂呢？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讲牡丹啊，小蜜蜂的话呢，在这个其他课程当中，我们会有讲到啊，画上它的小肚子，先画上它的小肚子。那其实可以加好多物种了，就是你会画什么，你比方说你之前学过画鸟、画白头翁、画小麻雀，那你都可以加上来啊。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画画啊，真是，应该多掌握一些技能。那当我们的技能掌握的很多的时候，那都是可以混用的啊，都是有用的。学任何一个东西。学好了，那都是非常有用的，都不会白学。加上它的小身上的这些小花纹啊，然后呢，小蜜蜂怎么画呢？小蜜蜂翅膀其实是有好多种画法的，那我来画一种最简单的。大家如果说没有学过小蜜蜂也无所谓啊，那我教最简单的。那怎么画这个翅膀呢？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涮干净毛笔，笔尖上调一点点墨，笔尖上调一点点浓墨，然后呢，前面这个翅膀啊画的呀细一点长一点，稍微细一点长一点，让它自然的晕开。因为小蜜蜂这个震动的翅膀频率是非常快的，嗡嗡嗡，对不对？非常快。所以说啊，我们画的时候呢，就让它晕开一点，不要画的那么太清晰，可以让它自然的晕开一点。前面稍微细一点，后面稍微粗一点。前面对吧？一对，后面一对，就可以了呀。那这个就是小蜜蜂，非常简单就可以画出来，对不对？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小蜜蜂的画法啊，最简单的一个补景的方法就可以了。那这2只小蜜蜂和这儿呼应，整体呢形成一个三角形，倒三角形，就非常好看了。那当然，除了这2只小蜜蜂，那我们这个牡丹呢，也是一个三角形构图。
所以说这个画面是很好看的，是很有变化性的。之后呢，再提上字啊，可以了。提字提在哪儿呢？提字的话，我们可以提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扣上我们的印章。垫上一点，扣上印章。哎呀，有点镜头挡着我的视线，一下就给扣偏了，对吧？扣上我们的小印章，哎，这样一幅画呢就完成了呀，非常简单的一幅小画就画好了，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小品画啊，就小品画。大家练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先从这种小画开始练啊，小的作品画好了呢，你再去画大幅的作品，也是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都是一样的道理。啊，这节课程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